少年18扛大旗，5场零封铁门立，今夜加冕差一级，黄金在堵门里。台北时间7月11号凌晨3点，洛杉矶世界杯8强，西班牙对比利时。这4句啊，说的就是这支西班牙全队的招牌是个18岁的少年亚马尔，5场球下来1个失球都没有，踢着踢着还把国际足坛正式比赛连續不敗的歷史記錄給刷新了。歐洲杯冠軍的班底，世界排名第2。怎麼看都是奔着大力神杯去，可今晚堵在門口的不是一般人。比利時被叫了12年黃金一代的那批人，德布勞內、盧卡庫、庫爾圖瓦。第4屆也是最後一屆世界杯，後3場突然踢瘋，灌了對手12個球，剛把東道主美國打得沒脾氣，一邊是加冕路上的新王朝，一邊是不想謝幕的老王們。所以今晚的問題就一個：西班牙這台零封機器能不能攆着史上最悲情的一代天才，再往王座邁一步？覺得西班牙躺着就能贏的，覺得他們碰上那防陣火力就得露餡的，這場球你都得聽老馬嘮完。先說人，這屆西班牙最出圈的新聞，一半都跟那個18歲的孩子有關。亞馬爾，巴薩青訓出來的邊路魔術師，開賽前他腿筋帶着傷，頭一場對佛得角只踢了最後10幾分鐘，全網都在問他狀態行不行。沙特那邊的球迷更損，賽前在網上刷話題，亞馬爾在哪呢？結果第2場對沙特，開場10分鐘，他就在後點把球捅進了網窩。這一球讓他成了世界杯歷史上第2年輕的進球者，比他更年輕的那位叫貝利。進完球，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了張自己的比賽照，配了倆字兒“我在”。順便說一句，那場他半場就被換進去了，倒不是踢得不好，是教練組按着康復計劃掐表放人。寶貝得跟什麼似的，這孩子身上還有張全世界球迷都見過的照片。還在襁褓裡的他被一個年輕人抱着做慈善拍攝，那個年輕人叫梅西。18年後被梅西抱過的嬰兒成了西班牙的門面。命運這東西有時候就是這麼會寫劇本。他的來路也硬，老家在巴塞羅那邊，上一個叫羅卡豐達的街區，窮地方。他每次進完球比劃的那個手勢304是老家郵編的尾號，意思就一句話：我從哪兒來？我沒忘2年前的歐洲杯，16歲的他對法國轟進一記世界波，成了歐洲杯歷史上最年輕的進球者。那屆西班牙奪了冠，他賽後還得回酒店寫暑假作業，這事兒當時把全世界都逗樂了。去年的金球獎他排第2，18歲的年紀，前頭就一個登貝萊。梅西之後誰接球王的一波，歐洲媒體吵了2年，吵到最後名單越縮越短，他的名字總在最前頭。對了，7月13號他就滿19了，生日禮物想要什麼，全世界都知。再說這屆西班牙最大的爭議名單，世界杯歷史上頭一回，西班牙的26人名單裡一個皇馬球員都沒有，卡瓦哈爾、惠森全被劃掉了。馬德里的媒體直接炸鍋，可主教練德拉富恩特頂着罵聲就回了一句：最好的球員不是只在皇馬、巴薩和馬競，這份名單完美。記者追問，他還補了句更狠的：我從來不看球員從哪個俱樂部來，謝天謝地，我早就不吃那一套了。他敢說這話，是因為這批孩子就是他看着長大的。德拉富恩特自己球員時代就是個不起眼的邊後衛，退役後在足協的青訓一線蹲了20多年，蹲出一雙識人的眼睛。U19、U21一路帶着這一代人拿冠軍。2022年他接手成年隊的時候，多少人問這老頭是誰？結果國家聯賽冠軍、歐洲杯冠軍一座一座拿過來，把質疑的嘴全堵上了。當然，領皇馬這一手要是贏到最後，就名帥魄力。半路翻了車，馬德里報紙有的是版面等着他。今晚往後每一場球都是德拉富恩特在給自己的名單作證。隊裡好幾個孩子兜裡還揣着奧運金牌，誰什麼脾氣，誰能扛什麼活，這老頭門清。這隊的人個個有故事。奧亞薩瓦爾2年前歐洲杯決賽絕殺英格蘭的就是他，如今還是鋒線上最靠譜的那個人。羅德里拿過金球獎的世界第1後腰，這人在更衣室裡外號叫教授，一邊踢着歐冠，一邊把大學商科的文憑讀完了。2年前膝蓋十字韌帶斷了，躺了大半個賽季。多少人說金球獎得主要費，人家回來接着統治中場。庫巴爾西19歲的中衛，跟亞馬爾同一個巴薩青訓營出來的，防守老練的不像這個歲數，身邊還有拉波爾特這樣的老將搭着。一老一小，佩德里加內利群島飛出來的金童，19歲那年被當生頭使，一個賽季踢了70多場，之後2年淨在養傷。多少人以為又一個天才要被毀了。
這2個賽季他緩了過來，如今跟罗德里一搭，把西班牙的中场变成了全世界最講道理也最不講理的地方。对了，加維也在2年前他同樣斷過十字韌帶，21歲就成了老傷員。這對邪門就邪門在天才一個個倒下去，又一個個全爬了回來。還有板凳上的梅里諾，這人專治大場面。2年前歐洲杯8強加时絕殺德國的是他，這屆16強對葡萄牙又是他替補登場補時一擊，親手送走了 C 羅，可能也送走了 C 羅的整個國家队生涯。這队的可怕還在於人是從流水線上下來的，亞馬爾18，庫巴爾西19，加維21，佩德里23，拉瑪西亞和各地青训營的傳送帶就沒停過。德拉夫恩特那句話真不是吹牛，西班牙的好球員多到教練可以任性。要说陣容裡唯一的小陰影是邊鋒尼科威廉姆斯，狀態一直沒滿格，能上但懸。這事兒讓人格外惦記，是因為他和亞馬爾那對邊路雙煞，2年前歐洲杯就是一人一邊把英格蘭的防線撕碎的，俩人场下還好的穿一条褲子。除此之外，這隊沒有傷停，齊裝滿員。再說這台機器是怎麼運轉的？這屆開局啊，西班牙其實被笑話過，首戰對佛得角，堂堂歐洲杯冠軍，全場轟了27腳，愣是一個沒進，0-0收場，全網段子手都出動了。結果人家用之後4場球回话，4-0沙特，1-0烏拉圭，3-0奧地利，16强1-0葡萄牙，赢弱队是屠杀，赢强队是一刀，全程没让人还过手。更狠的是那个0，5場球5個零封，1個失球都沒有，這不是一時手感。這支西班牙正式比賽已經3年多沒輸過球了，這屆踢着踢着，把國際足壇正式比賽連續不敗的歷史記錄都破了。什麼概念？你從3年前隨便挑一場西班牙的正式比賽看到今天一場敗仗都撞不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條記錄他們破得悄無聲息，隊裡沒人慶祝，像是順路撿的。這隊的胃口明擺着不在記錄上，他們的踢法也不複雜，就是把簡單的事做到極致。控球，把對手摁在自己半場裡，讓你一場球碰不了幾次球。防線年輕，可站位一點不慌，真漏了門裡還有烏奈、西蒙兜底。對手最絕望的地方在於，你想跟西班牙講道理，可球一直在人家腳下。典型的西班牙式贏球是這麼個流程：前20分鐘你還能喘氣兒，20分鐘後陣型被傳得變形，60分鐘你的中場開始抽筋兒，然後一刀斃命。烏拉圭是這麼輸的，奧地利也是，落到這兒正好過半。喜歡老馬這麼給你捋球的，順手把訂閱點上。接着說今晚站在對面的那批人，說句公道話，今晚這個對手啊是8強裡最不好惹的那種。比利時這批人，德布勞內、盧卡庫、庫爾圖瓦被叫了12年黃金一代，俱樂部的冠軍拿了一櫃子，就差國家隊一座獎杯。這是他們第4屆也是最後一屆世界杯，誰都不想早回家。他們這屆前2場還半死不活，後3場突然踢瘋，5-1新西蘭，3-2塞內加爾，4-1把東道主美國打服。3場12個球，本屆淘汰賽最凶的火力之一。德布勞內上一場歇了，這場大概率會首發，他那腳直塞是這個星球上最好的技巧之一，留着最後的力氣就為這種球。這裡頭還有一筆妙賬，西班牙的名單裡沒有一個皇馬人，可今晚對面門裡站着的庫爾圖瓦恰恰就是皇馬的定海神針。馬德里的門神堵在西班牙的加冕路上。這場球最微妙的一筆就在這兒，兩邊的牌一對上，勝負手就3處。第一處，西班牙的網對比利時的快傳，西班牙的傳控是織網，7、8腳傳遞，把你的陣型一點點拉散，然後一腳直塞要命。可比利時壓根不打算跟你搶球，他們等的就是你壓上來之後，身後那片草皮。多庫德凱特拉雷的速度是本屆最鋒利的轉換刀之一。西班牙这屆零封是漂亮，可防線一旦站得靠前，身後那片空地就是人家的獵場。塞內加爾和美國都試過跟比利時對攻，一個被灌3個，一個被灌4個。這場球，西班牙的第一條軍規，網可以織，身後的門得鎖死。第二處，中場的碾壓點，羅德里加佩德里對一條缺了大將的比利時中場。比利時那邊最能硬碰硬的奧納納，十字韌帶斷了，這屆踢不了。中場這一塊牌面明明白白在西班牙這邊，而且比利時的蒂萊曼斯們這幾場是超負荷再轉，又要補奧納納留下的坑，又要為前面的快傳。90分鐘高強度伺候羅德里和佩德里，這活太苦了。把這裡控住，
比賽的遙控器就在西班牙手里。第3處最後20分鐘的禁区，比利时到了下半場大概率上卢卡庫，一身横肉往你禁区裡一杵，高球一个一个往裡砸。西班牙这条防线年輕，技術流碰上貼身肉搏，19歲的庫巴爾西們頂不頂得住，是全場最後一道考題。對了，還有一筆賬在西班牙這邊壓着陣。近40年正式比賽裡，比利時就沒在90分鐘之內贏過西班牙一回。專業機構那邊把西班牙擺成了明明白白的大熱門，比利時的贏面賬面上就2成多點。數據是這麼說，可這場球西班牙自己心裡清楚，贏得按自己的方式贏。劇本其實清楚得很，控住球，把節奏捏死，別給比利時打轉換的空間。前70分鐘耗着，等對面老將的腿沉下來，瞅準一刀進去，完事收工。別跟比利時踢對攻，人家那3場12個球全是在對攻裡灌出來的，定位球也得盯死。比利時的范納肯是空中作業的高點，西班牙這條年輕防線吃高球的經驗還嫩，真僵住了。德拉夫恩特手裡還有牌，梅里諾這種大場面先生在板凳上候着。可這套劇本有一個大前提，90分鐘之內解決戰鬥，因為西班牙有一塊老傷疤，一碰就疼。點球，2018年世界杯16強，西班牙點球輸給俄羅斯回了家。2022年世界杯16強，0-0拖到點球，3罰0中輸給摩洛哥又回了家。連着2屆世界杯都栽在12碼上。最諷刺的是2022那回，主帥恩里克賽前放話說讓每個球員都練了1000個點球，結果正賽上一個都沒罰進。這屆的這批人是新的，可那個陰影是老的，更別提今晚對面門裡站着的是庫爾圖瓦。要說底氣，西班牙也有一個門將烏奈西嘛，神經粗得出了名。2021年歐洲杯，他剛把隊友的回傳球停進自家大門，鬧了個全球笑話，轉頭就在點球大戰裡連撲帶救，把瑞士撲回了家。可世界杯的12碼，西班牙畢竟連輸了2屆，誰也不敢打包票，真把比賽拖進點球大戰，這場球的天平就不歸西班牙管。所以西班牙的頭號軍規就一條，別讓比賽活到第120分鐘以後。一場球2個考驗，一個考驗耐心，一個考驗神經。為什麼說這是加冕之路，還得補一筆歷史賬？不長，西班牙上一次登頂是2010年的南非，2008到2012那批人。歐洲杯、世界杯、歐洲杯3連莊，把傳控足球寫進了教科書。那批人的名字你現在還能脫口而出：哈維、伊涅斯塔、卡西利亞斯。然後就是10年低谷，2014年小組出局，2018、2022連着2屆，栽在16強的點球點上，教科書成了老黃歷。直到德拉夫恩特把青訓營裡這批孩子一路帶上來，2023年國家聯賽冠軍。2024年歐洲杯冠軍，如今世界杯8，強加一條不敗記錄，3代人接力跑到今天，手裡就差世界杯這最後一塊拼圖。從2010年到現在16年了，上一回西班牙捧起大力神杯的時候，亞馬爾還是個抱着奶瓶的3歲娃。這批孩子要是真把這屆拿下來，那就不是復興2個字，那是一個新王朝的開國大典。而且這批人年輕得很，真拿下來，故事可能才剛開了個頭。而今晚這場8強就是加冕路上最硬的一道門。最後說是這場球的分量，西班牙要是贏了，那就是6場0封挺進4強，離2010年之後的第2座大力神杯又近了一步。18歲的亞馬爾們會把新王朝3個字踩得更實。比利時要是贏了，那就是黃金一代在最後一屆世界杯上掀翻了全世界最看好的隊，一代人的謝幕戰踢成了一代人的翻身仗，一邊是開始，一邊是告別。今晚總有一個故事要斷在洛杉磯，而對亞馬爾來說，贏了這場，他就能帶着一張4強門票過19歲生日。這份禮物得他自己上手掙。台北時間7月11號凌晨3點，洛杉磯 SoFi 體育場開球。這場球你覺得誰能贏？比分是多少？老馬跟你約定，覺得西班牙穩的，評論區扣個1；覺得黃金一代和最後一口氣的，扣個2。順手把你猜的比分留下。明早上咱們對答案，覺得老馬落的還重，訂閱點一個，明早的復盤第一時間給你端上桌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